你有没有发现，有些鸟事好像一直重复，不是遇到背叛你的人，就是遇到不公平的对待，明明已经很努力避开了，最后还是掉进同一种剧情里。你可能会想，为什么又是我？是不是我命不好？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但这堂课会带你看见，这些反复出现的人事物不一定是来惩罚你的，他们更像是高维自我安排的练习关卡，提醒你看见你在哪里还相信自己只能受委屈，又要怎么从旧剧本里醒过来。今天讲的课程是不是人的系列的第4堂，题目是所有人、事件、困境都是我们高维自我所投射出来的练习家人。那个高维自我就是高我的概念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事件、困境，它不是外在的世界给我们的，它一切都是我们的高维自我为我们去放置的练习家人。用练习家人的概念，是我们比较容易跳脱出这个剧情的情境，所以我们从来就不是被世界欺负，然后我们从来也没有被命运所惩罚，我们只是一直在玩自己设计的关卡。那什么是高维的自我投射？就是一般讲的高我。那我现在讲的高我的解释，可能跟我们以前上过课，或者你听过灵性课程的老师的解释，可能有所不一。这是我现在对我自己的感受跟体验，我只是做单纯的分享。什么是高维的自我投射？就是我们不是只是眼前看到的这个身体，这个肉身它只是一个载具，我们现在的肉身，那我们只是登陆地球这个游戏的账号。那第1堂课讲到我们是下载地球软体嘛，所以我现在的语句就是把它用成登录下载啊，我比较容易说服自己它就是一个游戏，或者是它不是真实的我。那真正的我们是什么呢？是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空间的限制，拥有完整的觉知，然后会为我们所设计最佳学习的路径，就是高维的本源的自我。那我们的高维本源自我就是高我，它不会惩罚我们，它也没有恶意，它只会做一件事，用我们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把我们未完成的课题呈现给自己。所以今天的主题，所有的人、所有的事件、困境都是我们的高维自我投射出来的练习假人。那每一个假人、每一个情境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恢复本质的力量，那个本质就是本身的本质具足。我们为什么需要练习假人呢？那真正的去学习就是只有2个，第一个是可以辨认自己在哪里失去了本质的力量，所以透过那个练习假人，我们可以看见自己是在哪里失去了本质的力量。第二个，在失去力量的地方重新的还原力量。后面我会解释什么是还原的概念。所以宇宙不会给我们考试，宇宙只会给我们镜子，让我们看见。那这些镜子是哪些呢？就是让我们生气的人，让我们感到羞辱的人，让我们感觉到不被爱的人，让我们感觉到不信任的人，或者让我们感觉到恐惧的人，或者让我们觉得是不值得的人，或者是让我们感觉到挫败的事件，或者是我们反复卡住的一个困境。那这些都是练习假人的一个镜像。所以我们可能就以为这些是生活，其实不是，这些都是我们的高维自我投射出来的练习假人，然后透过这些反射让我们看见未被看见的地方，进而能够觉察觉醒。比如说我们遇到了控制我们的人，那只是在提醒着自己，我把力量交出去了，所以我会被别人控制。那比如说遇到了不爱自己的人，那只是在提醒自己，我忘了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比如说我们遇到了让我们焦虑的人，那只是在提醒自己，我们的安全感交给了外界。比如说遇到背叛的人，我们只是在提醒自己，我不相信我自己是爱的本体。比如说让我们感到羞愧的人，那只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还在需要修理自己或是修炼自己。那遇到不公平的事件，只是在提醒自己，我们还在向他人去寻求价值。那遇到相同的困境反复的循环，那只是提醒自己什么？就是这个课题还没完成。就是每一个高我他所投射出来的事件，都是对应一种我们未整合的自己。那重点为什么要去提到这个是高我投射的练习假人？因为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们。那些练习假人那些事件，它只能够演给我们看。我们的世界，我说的世界就是我们说的一切，包括意识，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害我们。那他们只是表演给我们看而已。就是我们以为自己受伤了，
是因为我们把剧本错认成它是真实的，就是我们可能进入了某种角色，进入到某种剧情，然后我们把这种剧情错认成它是一个真实的现象，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痛苦。但是真相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人不是来伤害我们的，这些练习家人啊，只是来演戏给我们看。他们可能是演反派，那也有是演好的，那因为都是我们的安排。安排什么呢？让我们的高我对我们自己说，我们忘了自己是谁，然后我就用假人练习来提醒你，就是我们可能本来是一个完整的本质，但是我们可能忘了自己的本质。那我们的高我的工作就是他可能创造很多的事件，很多的练习假人，用别人来去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看见真相。那于是有哪些现象出现？可能会有对我们不好的人出现，压迫我们的主管出现，可能会有亲密关系产生的困境，可能会有财务压力的出现，可能会有家庭的纠纷，可能会有反复的失败等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惩罚，也不是业力，也不是宿命，它只是我们写好的练习剧本。用练习这两个字比较没有压力，因为它不是定向，它只是个练习而已。他们都是练习假人练习的事件，然后是我们安排觉醒的场景。那这些光行者会一直强调还原的概念，就是把幻象给拆掉，然后回到本质。就是我们不是来修掉某个事件，我们不是来修炼某种业力，而只是还原被事件所遮住的本质，看见自己而已。所以看见幻象就可以回到本质，有3个动作。第一个，看见幻象，我现在都是用语句词去对自己对话，没有去做自我疗愈，也不进入冥想的样态，这个是现在的我。那如果还是需要自我疗愈或者是冥想状态的，你就做，因为它没有什么对与错，也没什么限制，也没有什么可行不可行，就是端看你自己当下的感受。那看见幻象的我现在都是用一个自我对话，就是我会对自己说，就是我看见的这个世界它只是一个外在的世界，然后它是我的高我去投影的现象。如果情绪可能崩溃了，或者是可能有很多的不如意，你就可以跟自己讲，这些现象是外在的世界，这些都是我高我投射的这些投影，那你可能就会比较冷静一点。再来是解除认同。什么叫解除认同？就是从角色脱离。那如果你真的当下遇到了很多困扰的事情，或者是情绪可能很多的失控，那你就跟自己说，我不是这个剧情，我也不是这个角色，我更不是这个事件，就反复的一直跟自己讲，一直讲到你内心平静。就是你可以一直反复问自己，让我们从这个剧情角色脱离出来。再来是还原本质，就是要很肯定的跟自己讲，我已经还原成完整、具足、自由的本质，这是非常非常肯定的。那虽然我们是说肯定的方式跟自己讲，我们有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练习假人出现，让我们以为我们又不肯定了。所以那些只是练习让我们更肯定的一个对象而已。所以你跟自己对话，我已经还原成完整、具足、自由的本质，那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心就会变得比较开，很多事件变得没那么的卡住，那对你比较是不好的这些现象跟人，它的力量就会消退。力量消退并不是它的消退，是你的恐惧下降，你才会觉得它的力量消退，因为一切都只有自己，直到这个恐惧不再形成。那这3个动作就是自我对话。如果我们的情绪，或者是我们遇到的事件，或者是我们遇到的练习假人对象，你觉得很难如你所愿，你觉得很不舒服，那你就是第一个先看见幻象，跟自己讲，我看见的它只是外在的世界，它只是我的高我的投影，对于这个世界的投影，它不是真实的，它只是一个投影。那第二个是解除认同，我们本来是在剧情中的角色，就把它解除掉，我不是这个剧情，我不是这个角色，那我不是这个事件，你可以反复的跟自己说。再来就还原本质，就很肯定的跟自己说，我已经还原成完整、具足、自由的本质。那个当下你可能就会比较开阔一点，你就没那么恐惧，一直到你不被恐惧所控制为止。你可以反复的跟自己做自我对话。那做自我对话对比疗愈，我觉得自我对话的速度比较快。疗愈的话，我们以前有很多的课程的引导，那我们会去看见事件，我们会去看见起因，什么原因，第一次发生在什么时候。我觉得那个方法也是蛮好的，但是只是我后来认为，看见事件，看见起因，反而会让我在核心层更加深这个印象，后面会讲到。所以就直接跟自己自我对话就可以了，因为那一些事件起因，它都是剧情，它都是练习假人，全部都是，包括我们所谓的业力，
都是。假设如果有人让我们觉得被否定、不被重视的，那我们就跟自己讲3个动作。第一个，看见幻象，就是那个人不是来否定我的，他只是我的高我派来提醒我，我把自己的价值交给别人了。你才会感觉到你被别人否定嘛。那这个人，这个练习家人其实不是来否定自己的，他只是我们的高我派他来投影出来，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交给了别人，它只是一个提醒。所以你都要用你自己意愿的解释。然后第二个是解除认同，你就反复的一直跟自己这样讲，我不是他的眼光，我不是他的评价，我不是他给我的剧本，你就一直反复的跟自己说。然后最后去还原本质，然后很肯定的跟自己说，我还原成本质具足，无需证明的本质。那我觉得很快就会平静了。那如果你还没有很平静，你就反复操作。你需要进入到冥想层也可以，那个没有限制的。那如果你进入到冥想层，你会有很多想法或者很多画面也没关系，但是不要跟想法画面带进去走。你跟想法跟画面带进去走，你会陷入某种困境，就是会被卡住的感觉。就是看着它出现，然后看着它消失就可以了。你就专注在你的本质是本质具足，你就专注在这里就可以了。那我们才是真正的写剧情的人，就是我们才是真正的一个编剧。我们从来就不是受害者，我们从来就不被生活推着走。我们只是忘了自己正在玩游戏，我们只是忘了自己是投射的一个投射者，忘了这个反派其实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忘了所有的人都是练习家人，然后忘了我们才是真正的编剧、作者，甚至是源头。我们现在讲大概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是去改写我们的人生剧本，把我们现行的剧本，你觉得不好的，把它改写掉。那我们就跟自己讲，我们不是角色，我们只是剧本的编写者。那我们已经知道，外在不是来攻击我们，所有的练习家人，所有的事件，它都不是来攻击我们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们自己，它只是来提醒，扮演着那些现象、剧情，来提醒我们还没看见的地方。所以一切都是我们的高我为我们安排的练习。你就跟自己这样讲就会比较简单，你就不会觉得它很宿命。我们其实不只是在看戏，我们是写剧本的人，我们也不是那个戏剧中的角色，那我们要去脱离那个角色存有的层级。所以为什么需要那3个动作？你就是要冷静，跟自己讲，这不是我的角色，这不是我的剧本，要脱离那个角色存有的这个层级，然后进入到创造者的这个维度。我们现在所活的世界其实是我们自己写的剧本，我们的高我为了我们设计了基础的框架。那基础框架有哪些？它有主题嘛，你要学什么，然后有情境，就是你要在哪里学习，然后要有人物，你要透过谁学，这是高我为我们设计的基本的一个框架。但是很重要什么？所有的剧情都可以及时改写，所有的剧情都可以及时改写。我们并不是一个很无力的一个角色，我们是手握程式码的创造者。地球它是一个全息的投影，就是全部信息的投影。地球它有一个规则，而且是最底层的规则，也就是所有一切规则的规则。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一改变，世界就会立刻跟着改写。只要我们一改变，世界就会立刻跟着改写，只是我们通常并没有察觉到。我们的人生并不是命中注定，我们只是很习惯性的去反复的投射出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停止去重复体验旧的剧本，然后开始创造新的剧本。那剧本为什么会卡住？就是我们现在的体验觉得不前进、迟滞。它有几个原因，就是我们卡在旧角色的认同，就是我们一直在扮演什么？扮演着我不是被爱的，扮演着我是弱者，扮演着我是受害者，扮演着我需要努力才能够被看见，扮演着我很容易被遗弃，扮演着我很容易失败。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扮演这些角色，然后把角色定住当成自己，所以我们卡在旧的角色的认同。那地球的全息的景象就会让我们相信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哦，地球就是一个全息的一个投影的样态。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在重复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早期世界观的剧本，就是我们的族群意识，我们在重复父母的给我们的习性，还有族群意识的这些剧本的承接，我们在重复这些事情。那我们可能就会以为这个就是命运，但其实是什么呢？可能从小时候被忽略，可能是被否定，可能是被比较，可能是被控制，可能是被羞辱，
那可能是被期待我们要更加的完美，这些程式码都成为我们的基础的设定，就是我们会承接承揽，就是我们父母的这些习性，然后承揽了族群意识的这些观点，然后我们就会被定位定住，然后变成是一种基本的投射。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害怕放掉痛苦的身份。痛苦为什么我害怕放掉？那人其实不是害怕痛苦，人是害怕什么？就是没有痛苦后不会知道自己是谁。比如说你很爱一个人，那你可能爱得很辛苦，那你用那个爱得很辛苦去证明你的爱是很伟大的，或者是你是很付出的，或者是你的爱是很包容的，是这个概念。那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它给了我们的存在感，所以我们就会紧抓着它不放。就是第三个，就是我们害怕去放掉痛苦的身份，我们就会紧抓它，因为怕这个痛苦一旦放掉，我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跟存在的意义。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改写自己的剧本？就是希望我们的体验能够更加的快乐。那它有一个基本的本质，就是我们投射出什么，世界就会投射回什么给我们。所以世界并不是事件的堆叠，它是我们信念的全息化的样态，就是我们接受什么信念，投射出什么信念，然后整个地球造景出我们因为我们信念而呈现的全息化的状态。所以我们不是身体，我们只是什么投射器。你想象，就是我们不是单纯的肉身体，我们是整个样态的投射，就是一个投影的概念。你可以把身体想象成是萤幕，你可以把你的潜意识想象成是一种播放机。我们只是在投射出这样子的信念，然后透过地球全息投影出这个样态的一个场景。再来是我们要理解剧情剧本的决定权永远都在我们自己手里，就是没有任何的事件能够定义自己。那你只要跟你自己讲，我不再扮演这个角色，这个也是做自我对话。现在为什么都是做自我对话？因为它是最简单最直接，你就不用做那么繁琐的一个疗愈。但前提是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过渡期，他可能前面需要冥想，需要疗愈，然后慢慢的看见自己的本质，然后进而就做自我对话，就可以脱开冥想跟疗愈。那有些人不需要，那需要跟不需要都没有关系，它并没有对错，需要跟不需要都是我们的高我为我们创造的练习家人。你会看到有些人需要，你会看到有些人不需要。那一些还在练习的同学，或者是有些老师，他就是强调我们一定要做疗愈，或者是一定要做冥想，他只是我们的高我所投射出的练习家人，从每一个练习的家人、练习的事件去看见自己未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可以理解那个故事的剧情，我们现在所演的这个剧情，所有的那个剧情都是掌控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立即的改写。那如果你觉得现行的体验真的让你很不舒服，你就跟自己讲，我不再扮演这个角色。那这个都是很肯定的，跟自己讲。那也许你讲完之后，或者是你可能又感受到我又继续扮演这个角色，没关系，你就再跟自己讲一次，一直到你能够完全脱离。它可能需要点时间，也可能不需要时间。所以你看到需要时间的人跟看到不需要时间就能够转换的人，它都是你的高我投射的现象。那地球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剧场，所以剧情是没有固定性的。我们什么时候醒来，剧情就会开始改变。没有觉察到，那剧情就是扮演着没有觉察的剧情。那觉察到，剧情就会改变成已觉察后的剧情。是怎么样改写剧本？第一个是改写什么呢？角色的设定。就是我们都是成为这个戏剧中的角色嘛，那一样你就跟自己讲，就是我已经还原成本质剧组的本体，然后你讲的都是要很肯定的哦，我不再是什么小时候被拒绝的那个小孩，不再是想要证明自己很厉害的人，不再是那个被很多人看不起的人，然后不再是需要被爱的人。那因为我们从那个角色回归到本体，就是我已经还原成本质剧组的本体。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改写对人的投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每个人的想法，它都会自动成为对方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对每一个人的想法，它都会自动成为对方对我们的态度。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什么样的调整，跟自己对话，就是我将这个人还原成中性的练习投影。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对你很不友善，那你真的相信他对你是不友善的，你就跟你自己讲，他只是我的高我所投射出的一个练习家人，然后你再跟自己讲，请将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练习家人还原成中性的练习投影。那你理解了这个是高我的投射创造出的练习家人，因为你理解了，你那个恐惧就会消弱一些。
然后你再跟你自己讲，就是请将这个对象这个人还原成中性的练习投影，它还是你的高我的一个投影，只是它可能很偏激，那你要把它还原成中性，就是不偏激。你相信是，那这个样态就会平息，而且是很快。平息不一定是平息到0，那至少可以平息到你可以接受的感觉。那如果你还是觉得它还是没有很平息，或者它只有下修一点点，就反复跟自己讲。你可以在心里面跟自己讲，每一次讲就每一次的更加相信，然后那个镜像的这个反射就会平息到你能够接受的样态。再来是那个改写事件的意义，假设每个事件没有意义呢，你可能就不会去体验这些的样态。本身这个事件它有没有意义是我们自己赋予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跟自己说，这是我提升频率的容器，并不是阻碍。那事件就会转向，就是事件本身它的意义是我们自己赋予的，你可能不能够理解到这个意义对我的好处是什么，你当下无法理解，那你就跟你自己讲，我要重写嘛，你就跟你自己讲，这个事件它不是阻碍我前进的样态，它只是我提升频率的容器。就跟自己讲，就脱开那个剧情的样态，不要再成为这个剧情中的角色。我们做这个自我对话都是脱离那个角色，脱开跳开。我再讲一次，就是每一件事情的意义都是我们赋予的。那如果我们遇到的事件，你的高我投射给你的事件，然后你觉得很不如意，你甚至无法理解我遇到这个事件对我的好处是什么，你就觉得为什么要遇到这个事情，它对我到底有什么好，我没有看到任何好处，那你就跟你自己讲，这是我提升频率的容器，它不是我的阻碍。就是你把这个事件的感受全部脱离，它只是提升你、扬升你的一个样态而已，它并不是阻碍你的。你用这个去解释，而不要去找为什么会有这个事件，它到底需要我学习到什么美德，不需要去找。再来是改写那个故事的走向。如果你觉得这个体验感受你觉得很糟糕，或者你觉得不喜欢，你可以直接改写，就是我选择新的版本。你要跟你自己讲，我选择新的版本。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什么呢？你现在正在体验什么东西，不一定要从头到尾体验完哦，没有有始有终哦，所有的体验都没有有始有终。那我们可能会接受到那种族群意识有始有终，做事要有头有尾。你因为这个信念出现了，你会不自觉，你的潜意识会把这个剧情演到完毕，那你可能中间就很痛苦到完毕。其实没有，但是我们如果脱离这个角色呢？脱离我们被信念所困住的这个现象，你就跟自己讲，我选择新的剧本。你可以随时在某一个剧情的卡点直接跳脱，没有一定要从头到尾，也没有全部演完，都不需要。你可以选择新的版本，你当下立刻选择新的版本，然后故事的走向就会调整。前提是你要相信。那这个自我对话，我觉得不会很难哦。就是如果你觉得很难，那个只是你的高我投射出很难的那个剧情假人，让你知道好像很难。那如果你遇到有些人他觉得很简单，那也是你的高我投射出的练习假人，他觉得很简单，这都是去演给你看的。你就一直提醒自己，我本来就是本质具足，一直不断提醒再提醒。那如果你跟你自己对话，我要选择新的版本，那选择什么样的版本，什么样的剧情呢？你就跟你自己讲你想要什么。比如说我想要被尊重，我选择我是被爱的，我选择财富是流动的，我选择我要被看见，或是我要看到的结果是顺利的，那我要选择我在成功的路径是很轻松容易的，这都是你的选择。那如果你把你的版本定义成这个样态，你的世界就会跟着这个样态改写。我们曾经接受到一些族群意识一不登天，成语上好像是负面的解释，没有脚踏实地的感觉。那实际上你在做冥想的时候，或者你在做想象的时候，你如果相信那个想象中的场景，你是感受到的，其实那个能量就即刻改变了。你打开眼睛，你去体验你现在的现象，生活现象。如果你冥想完了，我觉得我在冥想层它改变了，但是我睁开眼睛它并没有改变。那个睁开眼睛并没有改变的这个感觉跟体验，也是你的高我投射给你的剧情假人、练习假人或者事件，那就反复在跟自己对话。那个事件就会松动再松动，跟自己对话的目的就是脱开角色，这一切都是剧情，它不是真相。我们现在讲第三个阶段，我们刚刚有讲到高我它的存在是投射出练习假人、练习的剧本、练习的事件，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剧情，从演这个剧情的角色变成剧本的导演，
然后脱开这个角色。因为你是导演，你可能会指导很多不同的剧情剧，但是你都不在那个角色中，你可以任意变换，因为你没有真的进入到那个角色里面，你是改写剧情的人。前面2个阶段都要讲我们的高我去投射练习家人，或者剧情，或者事件，让我们去看见我们自己会被看见的地方。然后第2阶段就是知道它的剧情，去跳脱出这个剧情的角色，从演戏的人变成指导戏剧的人，你就变成是指导戏剧的跟编剧的人。那现在会分3个层面，第一个叫故事层，我把它解释成故事层。投射它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投射投影。那到目前为止，我现在的那个解释，它只是高我的自我的投射，成为世界上的练习家人，人生剧本。那它只是一个说法，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从剧情剧本，然后高我投射成练习家人或者是高我去投射成全息的景象，这个事件，你都把所有的这些说辞名词全部的还原回到光中，就是把它舍弃掉，因为没有这种东西，它都是假的，它不是真的。那我们第1阶会讲到所有的人事件困境，它都是练习家人，高我所投射出的练习家人。那刚刚第2阶是讲到剧本可以改写，角色可以退出，定义你可以重新的重编，这是我们创造者的本质，就是剧情可以改写，角色可以退出，然后定义是由你决定。那现在要讲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一些，你全部都送回你的光，还原成光，因为那些都是假象，不是真相，你全部都抛弃，不需要那些东西。那有些人他需要一点时间练习，有些人是不需要的。那需要跟不需要都是你的高我所创造出的现象，所以没有对错。那你反复的跟你自己对话，将所有人、所有事件、所有的困境都是你高我的自我投射，然后将剧本可以改写，角色可以退出，定义可以由你决定的这个样态全部的回到光中，因为你的世界的真相，这个都是假象，这个都是幻象，它不是真的。没有让你全部忘记，是回到光中还原成光与爱。因为我们曾经经历的这2个阶段，它都是来帮助我们看见未被看见的地方，所以他们的本质是什么？本质也是光跟爱。所以你把那些现象全部送回光中，还原成光跟爱，因为他们的当下，我们可能在第1阶段，我们遇到的人、事件、困境都是练习家人，因为这些的人、事件、练习家人让我们看见了未被看见的地方。然后第2阶段，我们可能经历了我们在剧情中突然跳脱，我们理解了可以改写剧本，可以从角色跳脱，随时的去变换那个故事的走向，然后重新定义自己的定义，就是发挥主导权。这个也是让我们拿回力量的一个过程。所以第3阶就是将这个体验跟这个过程全部的送回光中，还原成光跟爱。因为这2阶的本质就是让我们看见爱的，所以它的本质就是光跟爱，所以不要把它忘记，它的本质是来提醒我们的光与爱。那想象一件事情，假设一切都是练习家人，那个高我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某种教学用的练习的概念？假设你理解每个事件都是练习家人或是练习事件，创造这个练习家人的这个高我，它是不是也是某种的对你练习用的一个假概念？实际上它是假概念。我们来做一个练习，你先闭上眼睛，然后你呼吸调整，然后你就进入到冥想层，然后直接呼唤你的高我。那高我的形象你自己设定了，呼唤你的高我，然后你的意识到达那个高我的样态，意识到达高我的样态，就是你可能跟你的高我合一的概念。你再开始观察这个现象，开始观察什么呢？就是它是不是仍然是一个能够被你观察到的对象？如果它还是可以被你观察到，它就是假的，这样理解吗？因为它是被你的意识所投射出来的全息信息。比如说你觉得高我长什么样子，或者你觉得高我是什么样的光，或者你觉得高我是什么感觉，那你可能在冥想层你要跟你的高我对话，你有那个镜像，或是你有观察到，你有看到有这个一个对象，它都是你的意识所创造出的假象，它不是真的，它是你的投射。所以有没有高我的存在？没有高我的存在。只要你在你的冥想层，你还能够感觉到的一个样貌事件，你还能够看到的一个对象，你还能够看见的一个东西，它就不是你，它只是被你的意识所照亮的一个形象或是一个幻象而已。这个就是觉察。有没有什么小我？
这个东西。我们可能某些的灵性课程会教到我们小我是什么东西。那如果你也把小我定义成某种现象，或定义成某种对象，你在观察那个小我的同时，我们不太喜欢自己变成小我，因为我们对小我的解释都是比较自负、比较自大、比较自私啊。假设你还是有这种的感受，就是有一个对象，有一个感觉是你的对立面的，你能够察觉到，那都是假象，因为那都不是你。只要你看到，你还可以感觉到对象，你还可以看见东西，那它就不是你，它只是你的一个意识所投射的形象而已。你要对你自己这样讲。所以没有高我也没有小我的东西，完全都没有，它都是一个故事，它都是一个剧情。所以呢，连我们的高我都是什么？暂时的界面。你的小我是一个暂时的界面，高我也是你的暂时界面。那再做一个动作，你可以再闭上眼睛，你回到你的光中，然后你连接你的造物主，或者是你去看见那个造物主。假设你感觉到造物主是一个源头的光，或者是造物主跟你合一的样态，就是你看见那个光被包覆住了，你被光包覆住，你也是光。然后你看到那个光源很亮很亮很亮的远方的光源，或者是你整片都是光，你被光包覆然后合一，有这种感觉也是你意识的投射。那就是我不是否定那个造物主存在，我们以为的造物主，或是我们以为的神佛神明，或是我们以为的上帝，那都是我们的意识所投射出的全息影像，它不是真的，它是我们的意识所投射的，它不是真的。你只要还看得到感受得到对象，它就不是真实的你，它就不是。我刚刚是讲高我嘛，然后我们再提升成造物主，你也可以提升成上帝啊、佛陀啊都可以。只要你还能够感受到那个形象、那个对象、那个感觉，它是你看得到的东西的，它都是你的潜意识的投射，它不是真的，它只是一个全息镜像而已。刚刚讲的是那个故事层，就它需要故事，所以你要投射出全息的景象，包括你投射出高我，包括你投射出造物主。现在讲到能量层，就是不再处理剧情，就是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练习假人或是练习事件，很多的剧情，不再处理剧情本身，只处理什么？谁在经历？就剧情本身在演什么戏，不管它都不重要，只是要看见到底是谁在经历而已。就是剧本剧情没有对与错，所以不用谈那个剧情我需要重写，不用谈剧情我需要改写，因为它剧情的架构本身就没有对错，它都是来唤醒我们未被看见的样子。所以有些剧情是很反派的，有些剧情是很温暖的，不管是反派还是温暖的，反派会让你看见光，温暖会让你知道你本来就是光。所以不管它是反派剧情还是正向剧情，它的本质都是光与爱。所以把剧情的现象全部还原成光跟爱，不用去讨论它，你只要在意到底是谁在经历这个剧情，这很重要。就是你如果感受到那个剧本的现象，你体验的感觉非你所愿，很糟糕很不好，那你就跟你自己讲，我正在经历这一切吗？它是一个问句。那个我有两种我，一个是你的本质，一个是扮演这个人格角色的你。到底是你的本质是在那个经历这个剧情，还是你的人格扮演这个剧情的这个角色在经历这个剧情？这个是上一堂讲的，对不对？那你就会脱开这个剧情的现象，就会脱开了。我们一样可以做个练习，那你可以闭上眼睛。那你在你的冥想层，你去召唤最近让你感受到的一个情境，可能让你感受到恐惧、羞愧、被拒绝的负向情绪，你就去把它召唤出来。感受越强越好，你把它召唤出来。你现在只要做一件事，不去分析，不去解释，然后你只跟你自己问3个问题。第一个是此刻最明显感受的就是这种感觉，不管是好还是坏还是闷，它是停留在你的什么地方？有些人会感受到喉咙，有些人感受到胸口，有些人会感觉到胃，看你自己。就是这样的情境场景，这个能量这个感觉是停在你身体的什么部位？你可能会觉得我胸闷，你可能觉得我喉咙好像无法发声，紧紧的，你会觉得我的胃开始痛了，有人就是头痛，这是第一个。你去召唤出那个剧情，就是你最有感受的，你最近的，把它召唤出来。召唤出来之后呢，不要去看什么第一次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用去解析，不用去解释它，你只要跟你自己讲，这个剧情召唤出来了，那这个事件的感觉在我的身上停留在哪个部位是最明显的？到底是我的胸口，还是我的胃，还是我的喉咙，还是我的头？有人眼睛会酸痛，都有可能。那你再问自己第二个问题，如果这个感受是一个形象或是一个形状，它长成什么样子？
假设你刚刚觉得胸闷，好，那它如果是一个形象，那它到底是什么样态？有些人是会看到黑黑、暗暗灰灰的一团黑雾在你的胸口，那有些人觉得它就是一个被卡住的东西，一个样态就是被卡住、迟滞不会动的东西在你的什么地方，你去感受到它是什么形状，然后它是长什么样子。有些人会有一个紧缩的感觉，有些人会觉得它好像会有一种刺痛感，有些人会觉得它是一团黑雾等等。第三个，那你在看这个感受，就是你现在感觉到的东西，然后你问是谁正在察觉这个感受的那个我，谁正在察觉？比如说事件被你召唤出来了，然后召唤出来之后，这个事件可能是很恐惧的、很羞愧，或是很不被爱的、很不值得的。这个感觉停留在你的身体什么部位，你会很有感觉。可能你的胸口，你会觉得闷痛，你会觉得它可能是一种黑暗暗的一个地方停在你的胸口。那你就问你自己，就是这个感受是谁正在觉察这个感受的那个我？什么意思呢？你在看着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就是你把它做出形状，或是做出感受，然后形成那个事件。然后你把它编程出这个东西，编出来了，然后你要去觉察到是谁再去感受那个编查的那个样态，你能够觉察到观察者，你就脱开了这个事件的本体，就是你能够观察到这个观察者。我们以前都是在讲我们要跳脱出来变成一个观察者，那现在是什么呢？有观察者，你是去看见这个观察者的觉醒者，因为观察者会看到什么事件，会看到感受，会看到形状，会看到对象，那是观察者，你看到了这整个现象。而真正的你是什么？你是看见那个观察者的真正的你的本相，你是那个最高原的你。那重点，所以不用要这个剧情的答案是什么，结果到底是好与坏，这个都不是你要的。你要的是让我们的意识从这个故事的内容退回到觉察的本身。我看见我的意识正在觉察这个事件，我看见了，所以你是这个意识之上的本源。我之前有讲过，我们是超越意识之上的本源，并不是意识的本体。所有的全息投影，都是你的意识所创造出来的投射。然后你正在观察，那个观察不同的投射，它也是意识，而你是正在看意识去观察的那个的至高本源，那个才是自己，那才是你的本相。比如说我们在疗愈某种情绪，那其实是所有的情绪都只是逼自己回头看什么？到底是谁一直在经历这个剧情？你要理解谁在经历。那真正的转化，它并不是情绪变好，而是什么？让我们体会到，原来不管有没有情绪，有没有那个觉察，你本身从来就没有事。就是我们去做疗愈，不管是疾病还是不开心，都是情绪造成的，情绪就是能量嘛。那所有的情绪，你去疗愈那个情绪，疗愈它只是让我们去逼自己回头看，到底是谁一直在经历这个现象，这个剧情。然后重点，它的转化不是让情绪变好，是什么呢？去体会到，不管有没有情绪的存在，那个觉察，你的本体它从来就没有事情，不好的体验从来没发生过。去体验那个现象的不好，那个是你的练习假人，那个是你的人格扮演的那个角色，它不是你，因为你从来都没事，你从来都好好的。这是一种觉察，你跟你自己对话，其实没有情绪的样态，那只是一个觉察。那真正我的本质从来都没有事情，都是没事的。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注意力从情绪脱离，回到纯粹的觉察。好，就像我们的品牌是第七光行者，比如说我现在上什么课是第七光行者，最终你要拆掉这个东西，没有第七光行者，全部它只是一个故事，它只是一个剧情，它只是你的高我所投射出来的事件，你的高我所投射出来这个事件是一个课程，是一个品牌，叫做第七光行者，它就把它拆掉，送回光中，还原成光跟爱。因为第七光行者的存在，它就是让我们看见光跟爱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不再是想要变好的人，我们去做很多的修行，或者是我们去做很多的灵性的课程的提升，或者是你去做很多的修炼修为，我们的本意是什么？想要成为更好的人，或者想要变成好的人，这是我们的本意。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提升能量，提升自我，提升观念等等等。你去学很多课程，接触到很多的信仰，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准备拆掉这个最后一层的自我故事的行者，就是你要连这一层都把它拆掉。我们是一个行者，什么叫行者？体验的感受，你要连这一层都要把它拆掉，因为它也是一个
假象，它是幻象，它不是真的。所以有没有人需要修炼修行？没有人需要修炼修行，也没有人需要练习，也没有人需要疗愈，也没有需要去授课。前提是你要理解，它都是你的高我或是你的意识所呈现的全息镜像。那刚刚讲到那个练习假人，它也是个比喻，就是把我们在剧情中是角色，那我们从受害者这个位置拉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剧情的练习假人，这个是我的高我所创造出的练习的事件，所以我并不是真正的受害者。虽然我可能是很感觉到我是那个剧情的角色，我感觉到喜怒哀乐，我感觉到痛苦，但是我跟我自己讲，它都是我高我，它都是我的意识所呈现的练习假人，让我们从受害者脱离而已。所以练习假人本身也是不存在，它也是一个幻象。佛教有一个譬喻，就是我把它叙述出来。那你要过一条江，你必须要搭一条船。那可是你搭了这个船到了对岸之后，你在对岸行走了，你还需要这个船吗？就不需要了。所以那个船就是那个练习假人，就是你要过江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条船载你过江。当你过完江到了对岸之后，你还会不会回头去研究那个船？不会，你就抛在脑后了，就不用再去提起它了。所以练习假人就是这个概念，你用完就丢掉。丢掉不是把它真的遗弃，把它还原成光跟爱。就好像我为了要渡江，我做一条船，这条船是来协助我能够达到彼岸的，所以它也是对我来说是光与爱，而不是完全的把它丢弃的感觉。真正的一元本体就是不需要练习，也不需要假人，也不需要进步，它只是不断的去显露自己，看见你真正的本相而已。第二个，我们可以改写剧本，我们可以立即将剧本做一个设定，马上拓开这个剧情剧本，它也是假的，因为没有这回事。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显化出更好的人生，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意识直接调整出或直接导向出有故事的情节的导向。只要你还相信有剧本这件事情，那个在你的潜意识它是什么意思？你只是用新的故事去取代旧的故事，你只是用高版本的事情去取代低版本。比如说你想要去改写剧情，改写剧本，刚刚讲的没有错，我们是写剧本的那个编剧，但那一切都是幻象，那只是你要达到这个样态的一个进程。那个进程就像是那条船一样，你到了彼岸之后，那个船你就不需要它了，所以你就不需要剧情的，你也不需要成为剧本的那个编剧，都不需要了。那如果我们还相信有剧情这件事情，我们的潜意识会知道什么事情，即便你做了宣告，即便你做了什么，我立刻就是要导正这个现象，我立刻就是要调整成什么样态，然后立刻冥想，你的潜意识会加深什么感觉？你的潜意识会加深什么？我的主人他只是用新的故事去取代旧的故事，我的主人他只是用更高维的版本去取代低的版本，潜意识会这样想。所以你就是一直不断的体验故事，你在体验的故事就是你还在成为那个剧情的角色，而并没有跳脱出来。将这种有剧情的这种感受感觉呢，你觉得这个故事的概念全部还原送回光中，因为这个故事这个概念或剧本这个概念也是曾经来帮助我们的，让我们觉得可以从剧情中脱离，拿回你的力量。但是如果你理解了，所以就不需要有这个剧本，就不需要这个故事，这些概念全部还原成光跟爱，就还原掉了，全部停用，不需要。这个问题提完之后，你就静下心，你看你有什么感受？比如说，如果你不再需要透过任何的剧情去证明自己的存在，那你的世界还会长成什么样子？你就静下心去想，去看，已经没有任何的剧情了，已经没有任何的事件了，去证明你的存在了，那你的世界会长成什么样的样态？有没有感受到平静这两个字？有没有感受到安静这两个字？有没有感受到静止这两个字？如果你出现平静、安静、静止、不动了、静态了，那个就是你的本体浮现，那个就是真正的你。静就是安定，那个就是你，那个就是真正的你。你可能扮演老师，你可能扮演父母亲，你可能扮演学生，你可能扮演工作对象，这都不需要。那如果都不需要去证明你的存在了，那你的世界还长成什么样子？如果你看到你的世界是停止的，是安静的，是静止的，是平静的，那才是真正的你。所以没有在修行的你，没有在练习的你，只有已经是的本体，你本来就是那个如如不动的本体，没有任何的情绪的掺杂，没有任何的剧本的编写，就是一个很纯粹的那个存在，就是已经是的本体，本来就已经是了。外在所有的故事情节，所有的投射假人，都是让我们以为我们要透过修行才能够回到那个本质，其实不需要修行，因为本来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修行、在疗愈或在觉醒，其实那只是我们的本体在玩一个很像修行的游戏。
我们以为我们在修行，我们以为我们在疗愈，我们以为我们在觉醒觉察。刚刚是有做一个练习，你看到你的意识看见这个现象，那你看到意识了没有？所以刚刚有讲到意识创造了所有的全息现象，然后你真正你看到意识在创造，你看到了吗？所以我们的本体，我们的本质本源只是在玩一个看起来像是修行的游戏，因为它是一如不动的静在那边，所以我们真正的状态是什么？从来就不需要变好，我们的本质也从来不曾变坏过，所以就不需要变好啊，也不需要迈向好的环境啊，都不需要真正的还原。什么概念？就是不是把自己变成光的样子，真正还原是发现自己从来没有一刻是不光亮的，那叫真正的还原。不是因为透过还原然后看见光，而是透过还原去让自己了解发现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刻自己不是光。所以第七光行者或是所有的课程或是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修行，它不是一个身份，它只是一个界面，是你需要透过这个界面，你需要透过这个故事，然后让你去看见真相。你可以把第七光行者当成是一个工具，你可以把宗教当成是一个工具，就是它可能是一套语言，它可能是一套工具，它可能是一个界面。那当你把这整套的工具整套的界面全部的卸下，全部变成光跟爱，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系统来证明自己的本体才是你的本质，你不需要任何系统来去证明自己的存在。我们可能透过修行，或者我们透过灵性课程，然后你可能变得很高阶，你可能是开悟大师，你可能是你可以授课，你可能是导师，然后证明我可能有更好的觉察，所以我透过我的体验拿去分享给大家，或者是我透过我的疗愈帮助到很多人。它还在一个故事剧情中，只是我们扮演了更高阶层的角色。可是当这些工具、这些界面、这些现象都不需要的时候，还原成光跟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真正的根本是不需要任何的系统来去证明你自己的本体，你本来就是那个圆满具足的那个本质。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被还原，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被放下。放下不是丢弃，还原光跟爱。我以前有提到过，我们不是在授课，授课是授课给自己听的，然后我们不是在疗愈，疗愈是在疗愈自己。所以没有人需要被教导，也没有人需要被疗愈。那现在讲的是无教法的教法，你就跟你自己对话，所有的练习都只是为了让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从来不需要练习。所有的练习都是让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从来就不需要练习。所有的假人，所有的假象，它只是让我们发现，从头到尾一个他者都没有。什么叫他？就是你创造的那个镜像，那个他，你我他的他都没有。就是你看到所有的练习假人，你看到所有的练习的故事情节，你去创造体验这么多的练习假人的目的，就是让你发现，其实从来就没有一个你我他的他的存在，从来就没有，从头到尾都不存在。它是你投射出来的现象而已，它是你投射出来协助你看见当下未理解的地方的一个体验而已，它不是真的，所以没有那个他的存在。那所有觉醒的路径都是为了让你发现，就是你从未离开过那个本体。所有让你觉察的路径，不管你是宗教，还是你是灵性的课程，还是你是任何一种的体验冥想，重点是让你发现，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本体，我们就是那个本体的存在，并没有脱离过，完全都没有。所以因为没有脱离，所以没有合一。合一的概念是我曾经分离，所以我现在合一，没有脱离。等一下我会讲到疗愈，讲到合一。合一的概念是回到你的本体本相，只是用合一可能比较多人能够理解。等一下我们做的那个疗愈指令，因为也没有脉轮，就是没有脉轮这个东西。假设你觉得有脉轮，有7道脉轮，那你就编写了有脉轮这个故事，有脉轮这个剧情，然后脉轮有时可能稳定不稳定，你会因为脉轮不稳定，你的情绪跟着不稳定。也跟老师说，你最近脉轮忽明忽暗，然后你要去修行，那都是故事剧情。如果你觉察到，那也是我的高维投射出的一个故事现象，那也是我的意识所投射出的故事。你全部脱离，就没有脉轮这个事件了，完全没有了。所以最高真相是什么？最高真相是什么？没有任何的版本，也没有2元跟1元，也没有任何的阶层，完全都没有。那真相中没有版本，就是本体，你的本质并没有高跟低，你的本质没有阶级，你的本质没有好坏，你的本质不需要去进化，你的本质没有需要更好，
有更差，你的本质没有高维度或是低维度。以前有些练习，我要从这个维度跳到更高维度，那都是故事，那都是假的。你的本质只有一个样态，圆满如是，就是你的样态，所以它没有任何的形象存在，它也没有任何的版本，它也没有任何的二元跟一元。如果我有提到二元跟一元，就是我的意识还在创造出比较高阶层的故事版本。我们要从二元的体验去解释成一元的方向，那只是我的角色去编写了更高层次的故事而已。实际上有没有一元跟二元？没有这东西，完全没有。我现在用的还原的概念，就是这个还原法，这个还原本身只是让还在地球运行的这个人类心智能够理解的语言。那实际上有没有还原？就是也没有还原法这个动作了。因为我们的真正的还原是什么概念？真正的还原是不增加，不再修正，不再创造，只是还原成那个本相本质而已。我没有因为还原而提升什么，我也没有因为还原而修正什么，我也没有因为还原而创造出什么，我也没有因为还原而补满什么匮乏，都没有。还原只是纯粹的本质，它都没有外显，也没有外放，也没有失落，也没有空，也没有缺，它都是完整的，那叫还原。真正的还原的概念就是本来就没有这些版本，所以它只是我们以为的版本。我不是想升级，而是想看见自己本来就是完整的，所以你不需要升级。我们一样做那个还原的疗愈，那你可以把这个疗愈当成是一个礼物，不要把它当成疗愈。疗愈只是一个我们有学灵性的一个语气语词，你听得懂在讲什么，但是你可以把疗愈当成是一个礼物就好了，你自己给你自己的礼物。因为我也是你的全息的头像，我也是，就是你看到任何人都是你的高我，都是你的意识所投射出的全息影像。本身我也是，你遇到有人引导你去做疗愈，你就把它当成那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礼物，而不是你需要练习，而不是你需要被拯救。需要练习，需要被拯救，你的潜意识就会创造你要被拯救的故事，除非你脱离这个角色。那我们一样可以进入到你的冥想层，进入都没有关系，因为你需要进入冥想层，它只是你的高我在创造让你平静的故事，你的高我在创造让你能够接近光，还原成光，让你以为你是光的故事，你理解吗？或者那个版本，你看到一切的景象，它都是故事，它不是真的。那当你不需要这些现象去证明你的存在，你就会感觉到全然的平静，那个全然的平静安定，那个才是你真正的本相。那有人会说，那我看到平静的，那我是穷光蛋，我没有看到钱，我是挣不到钱。不是的，就是你不再需要任何需要让你变有钱的体验，让你觉得你是有钱的，你不再需要任何的贵人，让你觉得你是很容易受到帮助的，因为那个都是剧情跟故事。因为你的本质是圆满具足，你从来就没有缺钱过，你从来就没有缺，你从来就没有坏过，你从来就没有暗过，你一直都是光。闭上眼睛，深呼吸，气。讲到那个究极美好的存在就是你自己了。那我现在讲的只是一个说法说辞，你不要把我的说法说辞当真。什么意思？就是我可能会呼唤造物主，那个我在呼唤那个造物主，就是呼唤你的真正的本质，其实是自己，都是呼唤真正的你。我们现在请那个真正的你，你的本质，我们去识别幻象的还原，就是把它识别幻象，然后把它还原回来。就是不存在的我，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被我误认为我的一切，请还原成无界的本体。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一切的角色与身份的假面，请还原成纯粹的觉知性。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需要被理解的故事，请还原成无叙事的存在性。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我是个人的认同，请还原成不被定义的本源性。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一切自我的形象，请还原成无需形象的本来面目。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我在经历的幻象，请还原成存在的单一性。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指向我的语言，请还原成实际无语的真实。请将以上的感觉、信念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那个光从你的上方进入到你的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你也许会看到这个景象，或者是看不到这个景象，都没有关系，没有对跟错。但是如果你真的理解，连光的那个样态你都看不到，
都感觉不到，那才是你真正的本质。因为你在光，你就是光，你根本就不会感受到光的亮度，你就是光了，你根本看不到那个光的亮度，是因为在黑暗你才会知道哦是光，但是你本来就是光的本体，你根本就察觉不到是光了。请我们的本源去拆掉投射者，就是没有高我，没有小我，没有高维的自我，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高维自我的界面，请还原成无分裂的唯一本体。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层级与维度的概念，请还原成不可切割的一。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练习的概念，请还原成无需练习的本质。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投射者与被投射者的架构，请还原成单纯的源头。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更高版本的我，请还原成超越版本的无限性，就是没有版本的版本。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觉醒进程的概念，就是觉醒需要有进程，需要有进度的，请还原成以无起点的存在。你本来就没有不清醒过，所以你无需觉醒。你本来就是一直醒的，所以你并没有不清醒过。你本来就是光，所以你从来没有暗过。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自我提升的语言，请还原成无需提升的本源。请将以上的感觉、信念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光持续的进入到我们的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请一切万有去拆掉我们的世界，因为没有外境。世界都是全息的景象，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世界的外向，请还原成纯意识的一体显现。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他者，你我他的他者，请还原成无二的统一性，就是全部只有一，全部只有你。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的事件，请还原成无过程的即视，不用去体验事件，也不用去探讨事件，就是你不用再去探讨第一次是什么时候了，都没有。你只要知道是谁在经历，从你看见是谁在经历的角色拖出来，你就不用再经历事件，因为那些事件是来提醒你还没看见你自己的一个协助而已。那你既然你都看得到了，你就不需要再经历那个事件。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困境的叙事，请还原成不动的本位。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的变动性，请还原成不需稳定的恒性。什么叫不需稳定？如果你还觉得我需要恒定，你需要恒定，或者你需要稳定，你的潜意识就认为你不稳定，所以你才需要稳定，所以你才需要恒定。那就还原成你无需稳定的恒性，就无需稳定的稳定，就不需要那个动作，不需要那个想象，不需要了。就像是你需要连接到你的造物主，你才能够跟你的造物主去发问，造物主我连接到你了，那我今天该穿什么衣服出门？那我想要去透过跟造物主连接，去预见我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的会议会不会成功，那都是界面。所以那个造物主是你的意识所投射出的假象，它不是真的造物主，它是你投射出来的。那有些老师还在强调你要每天的去跟你的造物主连接，没有对跟错。为什么？因为在你的镜像中，你看到了你的高维层次的你，或是你看到了你的意识还在投射出这样子的现象，就是你看到一个老师还在教我们每天要跟造物主连接，你看他只是一个投射信息而已。那这个投射信息本身没有对跟错，它只是告诉你，其实我就是那个本质，我无需再投射，全部都是一个提醒。那你就知道你的世界、你的意识或者你的高我去创造这些景象，它是来协助你的，它的本质本来就是光跟爱，你就把它还原成光与爱。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的对立性，请还原成不可分割的单一真相。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世界正在发生的信念，请还原成纯粹的存在，纯然的存在。刚刚讲到世界正在发生，如果你的世界或是你接收所有的集体意识是恐惧的，是要防范未然的，是要做很多的准备的，这个信念会形成故事剧情的体验，就像 SARS 或是 COVID-19， 就是集体的恐惧、集体的意识、集体的信念，然后创造出集体的体验。我们一样请你的本源去拆掉觉醒者，因为没有人需要觉醒，因为本来就没有觉醒的人，所以没有人需要觉察，因为本来就没有觉察，你一直都是清醒的。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觉醒的这个方向性，请还原成无方向的原初，你原本的那个样态。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我需要抵达的幻象，请还原成已然抵达的无所谓，就是我需要
抵达到什么层级，或者我需要修炼到什么层级，没有这种抵达，没有抵达的概念。你已经就是那个概念，你们从来没有掉过，你从来也没有落队，你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位置上。一切万有救急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我在变得更好的错觉，请还原成不可改变的本体光。一切万有救急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自我观察者，请还原成觉察自身的存在。一切万有救急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观察的行为感，请还原成无行为的觉知。一切万有救急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追求与终点，请还原成无起无终的一。我们的存在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我们就是纯然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没有那个起点跟终点，就没有时间性，就没有，你就是一直存在，恒定在那里。一切万有救急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我本身的边界，请还原成无边的存在。请将以上的感觉、信念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光持续的从上方进入到我们的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请我们的一切万有，就是你自己，将无相指令，就是无法用言语承载的领域。一切万有救急无限的美好，我释放语言对真相的包袱，请还原成不可说的自信。一切万有救急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概念的逻辑，请还原成不可思的本光。就是很多东西你可能需要逻辑，就是你有觉得逻辑才安全，但实际上是什么？你不需要去编写，不需要去思考，它本来就存在，是那个光的本质。一切万有救急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时间与次第，请还原成无序的一瞬永恒。一切万有救急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的心象，请还原成无影的觉醒。就是你可能看见有一些景象或者感受，刚刚有练习起了一个你觉得最近感受到的一个剧情或故事，然后感觉到这个感觉停在你哪个地方，然后停在你的胸口，还停在你的喉咙，还停在你的头部。那停在这个胸口，它是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形象，你能不能够察觉得到？即便是用察觉的，或是你看到有景象黑暗暗一团的，那个都是你新的形象，那其实不需要这些景象，因为你不需要透过形象，不需要透过形象才看见，然后才知道你觉察，你是那个觉察，你是那个观察者的那个创造者，你是知道有观察者的现象，而你是观察者背后的真正的你。我们是凌驾于意识之上，一切万有救急无限的美好，我释放能量的形象，请还原成无形的唯一震荡。就是你如果还需要能量这两个字，就是你能量高跟低。有能量，它本身就是一个你所扮演的一个故事剧情，而那个故事剧情叫做能量。就算是没有能量，你一样是那个源源不绝的本体，源源不绝的光的本体。所以不用去用能量去衡量你，不需要，不用去用能量的高低去界定你，都不需要。你本来就是那源源不绝、无边无际的那个你，你的力量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不需要能量这两个字去定义你，都不需要。一切万有救急无限的美好，我释放所有的记忆与未来，请还原成无时间性的一点。就是你可能会有过去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去预防未来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会有这种现象，你可能会有嘛。那你因为会有过去发生不好的事情，所以你去防范未来可能会再发生像过去一样不好的事情。你的潜意识就会告诉你，你一直在创造这个事件，你一直在体验这个事件，因为你一直在防范不好的事情，所以那个不好的事情就会出现，一直让你体验。你就是不需要这个动作，不需要去记忆过去，你的未来是你不需要去担心的。那你就是变成是无时间的一点，就是只有这一瞬，你的真实感受就是每一瞬。一瞬一瞬一瞬，我们真正的感受就是每一瞬，就是这个点，这个时刻才是真的你。一切万有救急无限的美好，我释放自信以外的一切，请还原成纯粹的事，你本来的事。请将以上的感觉、信念及体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想象光从上方进入到我们的本体，想象与光合一持续的扩张跟延展，就可以感谢你自己，就可以睁开眼睛。什么想问的？我的孩子非常的让我头痛，我可以改什么设定吗？他就是我的困境吗？你的高我还在投射出这个练习家人啊，所以我们以为孩子是我们的孩子，实际上他是练习家人。有没有觉得好像没有爱？实际上他就是这样子。那因为你把他认定他是你的角色，你要把他认定他是那个非常头痛的小孩，你认定他了，所以你就进入到这个故事情境的角色中，你要去演你有那个头痛的小孩，除非你跳脱出这个剧情，跳脱出这个角色，你一跳脱就不需要这个故事存在了，那就没有什么头痛小孩的存在，就没有了。那有人会觉得这个过程很难，
也有人会觉得很简单。所以你看到难跟简单都没有关系，那也是你的意识投射出有这种两个极端的投影而已，所以没有对跟错。所以当你看到这些投影，那都是在提醒你，你本来就是那个美好的本质，这样就好了。所以你就尽量的脱开那个剧情，脱开那个角色。最近遇到一个人，他各方面都不错，然后每天晚上大概7点都会打游戏，而且他会把打游戏这个事件放得很重要。如果我有什么想跟他说，他会不开心。就是他过得不错，然后晚上7点都会打电动，然后如果你要跟他分享什么事情，他会觉得你打扰他是吗？他也是一个剧情跟一个事件，那你就不要演这个角色啊，脱开就好了。我现在讲好像很简单，对不对？实际上我天天都在练习。什么叫天天都在练习？就是天天都在做自我对话。而且我在做自我对话的时候，那个景象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高阶。就比如说这个的困境是这样子，然后当我跟我自我对话之后，这个困境的感受更高阶了，或者是我的恐惧是这样子。当我自我对话，我脱离之后，我又会感受到比原来的恐惧更大的恐惧。那就不要觉得那么痛苦，就是因为你可以不断的承载你更多的本质的样态，因为你的本质是无所畏惧的。所以当我感受到恐惧的时候，我跟我自己讲，那是一个假象，那是一个故事，那是一个剧情，它只是在体验恐惧的人格的我，它不是真的我。当我理解之后，你就可以再晋升到你更大的恐惧。那你看到我现在讲这个也是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剧情，所以你会一直不断的觉察，然后脱开。那为什么我们的高我会一直不断创造难度越来越高？因为你的高我知道你的本质就是无所畏惧的，是无敌强大的。那你要到达那个真正的状态，你就必须有那个感受。那个真正的状态不是需要反复的修行，不需要去闭关，不需要去做什么疗愈，不需要，只要你做一件事情，你相信你是就好了，就这样子而已。你相信你是，就这样。你看我们以前在西塔疗愈练习一些，就是你要把小风车让它转动。那在你的观点中，或是你的全息头像，它就是一个风车。我的手没有碰到它，它不可能会转动，或是它要转动。我相信有能量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很难。那可是你在练习中，如果你相信你可以，而且你就相信它就要转动。以前我在转动的时候，是我相信我的能量它是一个波。然后用那个波的能量去推它，所以它会有转。我现在做的样态是这种，连那个波都没有，那个波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条船，那个波也没有，那个能量没有。你只要知道它在转，它就在转。但是你要很相信它在转，它就在转。就像以前弯汤匙好了，弯汤匙，我们把那个汤匙要折弯，那你在练习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练习它是一个长条形的软糖，然后你想象这个汤匙本身跟软糖一样软，所以你这样想象完之后把它折弯，就比较容易折弯的。那个想象这个软糖，想象这个质量改变，它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船。当你无需去解释，你无需去让它变软的这个界面都不需要，你就直接相信它是软的，你就直接相信它是不是汤匙，你就是可以折弯了，它就是立即马上的，就一切都是你自己的相信。善有善报也都是自我设定吗？为什么那么多好人没好报？对，业力都自我设定。是的，那个好人不长命是谁说的？是你的族群意识，源自很古以前的族群意识嘛。所以我们的集体意识就认为好人不长命啊，然后坏人就是活得很长久。那你就可以跳脱出好人不长命的这个剧情角，跳出去，在你的世界里扮演坏的人，只是让这个事件能够看见真正的觉察，让好人能够更加觉醒。就像是我以前创业的时候遇到我的 partner， 那我的 partner 把公司弄得很糟糕，那我当下过得很痛苦，超级痛苦。可是我现在理解是什么？以前我在做疗愈的时候，我常常要跟着到光中，然后把我的那个伤害我的 partner 带到光中去做和解原谅。我该怎么做？和解原谅总会有剩下一些，因为什么？我如果完全去原谅你，那到底谁能够原谅我？我承载那么多的痛苦，然后我承载那么多的骂名。但是后来我理解到，原来那个扮演的不好的这个故事剧情的这个 partner， 他其实是我的光，他只是用这个情境来唤醒我。我其实有巨大的力量，其实我是一个真正的存在。那他其实就是光的本质。有听过我说所付出的能量都会回到自己身上，所以很疑惑。你就把能量想象成投射，你对你的世界投射出什么，你的世界就会投回那一些感觉给你，它会反射回来的。所以你就把那个解释成能量，因为其实没有能量这两个字，
如果你现在心里有想到某个人，那个最容易让你生气、委屈、受伤的人，也许就是你这一关的练习假人。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一个字，看见了。如果你想继续理解为什么情绪会被人事物牵动，可以点画面上的影片，接着看你的情绪不是你的。如果这支影片有帮助你，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也分享给需要的人，这是对频道和团队很大的支持。我们下周见。